元宵节又称上元节、小正月、元夕或灯节，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，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15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，古人称夜为宵，正月15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，所以称正月15为元宵节。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便已存在。元宵赏灯的习俗起源于东汉明帝时期，明帝提倡拥护佛教，听说正月15佛教僧人有燃灯敬佛的习惯后，就命令这一天夜晚要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。之后由宫廷流传到民间，发展成为盛大节日，一直延续至今。汉文帝正式下令将正月15定为元宵节，而在汉武帝时期，太乙神的祭祀活动也定在了正月15。太一指的是宇宙的主宰，类似于太阳神。当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，就将元宵节确定为了重要的节日之一。另外，还有一种说法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。根据这一说法，正月15日是上元节，7月15日是中元节，10月15日是下元节。主管上、中、下三元的分别为天、地、人三官，而天官负责喜乐，因此上元节要燃灯以示庆祝。关于元宵节的来历，民间流行着2个版本的传说故事。第一个传说是，在远古时期，玉皇大帝派遣灶神菩萨前往人间了解民情。灶神菩萨回报玉帝，指出人们长期劳累，容易累坏身体。于是玉帝听从太白金星的建议，让那陀祖师下凡给百姓服用疯人药，以让他们休息。百姓们吃了疯人药后，放下了农活，纷纷欢庆过节，大吃大喝，游街玩耍，不思劳作。灶神菩萨上报玉帝，玉帝命药王菩萨下凡治疗。药王菩萨将百姓的夜宵变成了汤圆，并加入芝麻、核桃、白糖等清醒剂。百姓们吃了汤圆后，第二天疯病便全好了，照旧男耕女织，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劳动。这样的习惯得以延续下来，形成了元宵节的传统习俗。第二个传说是，很久以前，凶禽猛兽肆虐，伤害人和牲畜。一只神鸟降落人间，却被误杀，天帝愤怒下令在正月15放火烧尽人间生灵。天帝的女儿得知此事，冒着生命危险来告知人间。人们惶恐不知所措，但一老人提出，在正月14、15、16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放爆竹，燃烟火，以假象欺骗天帝。天帝看到人间红光闪耀，响声震天，误以为是大火燃烧，感到满意。人们为了纪念这次逃过一劫，从此每到正月15悬挂灯笼，放烟火，称之为元宵节，以纪念这个日子。我们所熟知的元宵节的传统习俗主要包括吃元宵、闹花灯、舞狮子、猜灯谜。元宵在古代最早叫福元子，后来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。北方人用馅料和糯米粉滚出来的元宵，南方人像包水饺那样包出来的汤圆，皆取团圆之意，象征着全家人的团圆幸福。花灯又叫灯笼，在古代其主要作用是照明，有纸或者绢作为灯笼的外皮，骨架通常使用竹或木条制作，中间放上蜡烛。正月15晚上，街头巷尾红灯高挂，兽头灯、走马灯、花卉灯、鸟禽灯等等，形态各异，五彩缤纷。猜灯谜是元宵节的一项特色活动，把谜语写在纸条上，贴在五光十色的灯笼上供人猜。灯谜的题目多样，有的是趣味谜语，有的是富有文学意味的诗句，有的是历史典故或民间传说。猜灯谜的活动不仅增加了节日气氛，也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。舞狮子又称太平乐，一般由3人完成，一人充当狮头，一人充当狮身和后脚，另一人引狮，是中国优秀的民间艺术之一。舞狮子通常伴随着激烈锣鼓声，整个表演过程充满了热闹和喜庆的气氛。舞狮子的动作多种多样，包括踏步、翻滚、跳跃等，表现出狮子的生动形象，寓意着新春的到来，带来了好运和繁荣。
还有一些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的与元宵节有关的传统习俗，比如迎子姑、祭门、祭户和送孩儿灯。子姑也叫七姑，北方多称侧姑、坑三姑。传说子姑本为小妾，为正室所嫉妒，正月15被害死在厕所，后来变成了厕神。从那时起，民间习俗正月15要迎厕神子姑而进行祭祀活动。人们用稻草、布条等扎成真人大小的子姑肖像，摆供在桌上祭奠她。祭门、祭户的方法很简单，只需要把杨树的枝条插在门户的上方，然后在一个空碗里盛满豆粥，再在碗里插上一双筷子，或者直接将酒和肉摆放在门前，用以祭祀门神，祈求平安。送孩儿灯简称送灯，也称送花灯，即在元宵节前，娘家送花灯给新嫁女儿家，或一般亲友送给新婚不育之家，以求添丁吉兆，因为灯与丁谐音。至此，我们对元宵节的起源和传统习俗有了全面的了解。在这个美好的元宵佳节里，愿我们都能分享团圆的喜悦，祝愿大家幸福安康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